好，我們持續要來關心到是美伊和談快要破局嗎？伊朗下一刀會不會瞄準海底電纜做一個更強硬的報復？歡迎觀眾朋友跟我們一起留言做互動。如果您認為伊朗會有更強烈報復的話，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美伊雙方有機會達成和平的談判，我們可以留言寫2，一起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同時呢，我們來關心到是伊朗喊說他掌握了荷姆茲海峽的咽喉，美國科技業會不會在這個伊朗掌握了所謂的海底電纜之後遭殃呢？今天就是這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一起來賓來特別幫我們看。川普呢，他認為說現在美伊和談談得很好，而且他認為他正在主導當中，所以呢，他也主導了這個重寫的 MOU 條件。但是注意了，等一下我們會來看 MOU 的細節，其實比先前他提出的條件都還要更強硬。當然了，伊朗是直接畫出了紅線，拒絕了川普原本的提議。這個現在是進入美伊談判最後階段，是不是已經走向破局了呢？今天就是這個問題第一題一起來做關心。第二件事情是，伊朗的革命衛隊疑似正式接管了接下來的對美談判路線。美伊雙方會不會從外交上面的談判直接升級為強硬派對強硬派的一個正面攤牌呢？這個是第二個問題。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是伊朗會不會把荷姆茲海峽戰略延伸到海底電纜，接下來掐住這一些在中東國家波灣地區的數位咽喉來掌握住全球的經濟、AI 跟金融系統，全球會不會進入新的地緣政治風險當中？今天就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川普他高調宣稱跟伊朗的 MOU 諒解備忘錄現在進入了最後的一個談判的階段了，而且他自己認為說，自己好像談得蠻好的，尤其是在5月29號這一場國安會議之後，川普對原本的這個版本 MOU 更提出了一個比先前更強硬的修訂，針對4個議題當中，包括了濃縮鈾的處置，他的態度比以前更強硬了，還說要凍結資金，制裁也會做安排，還有荷姆茲的控制權。沒想到伊朗是完全沒有在怕的，伊朗也祭出了4條他的紅線，而這4條紅線的方向跟川普是完全相反的，看得出來伊朗似乎也沒有在害怕說這個和談破局會造成什麼樣子的一個結果。另一方面，我們要特別關注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接下來會不會是這樣呢？伊朗的強硬派會來主導伊朗嗎？原因是現在傳出來，來自於這個電視台爆料說，溫和派的總統裴澤斯基安疑似遞交了辭呈，而理由是因為革命衛隊已經掌控了政府。雖然遭到伊朗官方火速的否認，但是外界已經開始關心伊朗內部權力是否開始重新洗牌，接下來會有強硬派的革命衛隊來掌權呢？這個是我們要特別來做關心的。那代表說美伊和談變得會越來越困難嗎？那楊老師怎麼看？我首先我認為這個伊朗總統辭職這一定是西方所放出來的一個認知戰的消息。他內部當然一定會有不同的意見嘛。伊朗從1979年到現在，他的溫和派、世俗派跟革命衛隊之間一直都有不同意見。它代表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就是這個主張，所以他也一直以來沒有真的走向核武之路。但是現在是什麼時刻？現在是國家存亡的時刻耶。那尤其是比較理性溫和，你說理性溫和，難道不知道現在是國家存亡，而且現在是对伊朗最有利的一個時刻？跟美國的談判可以去讓美國把過去一直以來的制裁凍結都拿掉，讓伊朗重返中東國際舞台。這個時刻他會辭職？我覺得這個消息太挑戰我的一般的認知所以我先這樣子的認定。第二個是我覺得伊朗現在看穿了川普，因為你不敢打呀。我們剛剛講，你打了39天，2月28號到4月7號，那一天掉一台飛機，掉一架飛機，你現在還敢再打嗎？之後他都發射一下飛彈然後呢騷擾一下邊境那不斷的在寫那個他的推文而已啦。那推文越來越誇張，推文把他像上帝一樣，你知道嗎？Captain America、Captain Trump 都來了，那他不敢打，他看穿他了。第二個，時間對美國不利，对川普不利。我講一個最簡單的，我們都不要講選舉或者是美國經濟，最簡單的一個東西，從
開戰到現在哈，其實每天已經減少1300萬桶的石油運往全世界，因為它過去可以一天2000萬桶，現在一天大概700萬桶，有一些是經由沙烏地阿拉伯、沙特的這個小油管等等之類，所以換算到現在已經打仗，現在是第92天，92天加起來12億桶，所以過去這個92天，全世界已經少了92億桶，92億桶哦，它怎麼來？它就大家趕快去國際市場上搶現貨，以及美國、俄羅斯就增加出口，同時呢還有戰備儲油拿出來用，所以大概撐得過去，因為一直都有好消息嘛，就是說要談，所以市場緊繃在那邊，油價也沒有太高，那可是如果你現在再不談了，市場上認為大概接下來再3個月，你如果還沒有辦法繼續打破這個荷姆茲海峽被封鎖的僵局的話，全世界的油價就會崩解掉。因為尤其那個時候3個月之後是什麼時候？6、7、8、9月份不得了，熱得一塌糊塗。不要說工業或者是這個民生用電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因此呢，壓力不是3個月，而是我覺得未來2到3個禮拜，如果這個協議還是沒有辦法出現的話，你可以想想看，國際的能源價格、國際的所有的層面都會出現問題。所以時間對川普不利。伊朗怕什麼？我都被你打成這個樣子了。那雙方有高度的不信任，而川普一直到現在還認為說他打贏了，他當然要一個勝者的協議。這個問題是他真的認為他打贏嗎？我覺得應該有人告訴他，我們這節目告訴他說，你趕快簽和平協議了，你已經輸了，你不要害得全世界跟你這樣瘋狂下去。不過我覺得美國的民調馬上就會告訴川普，你不能夠再撐下去了。對，好，一方面是美國的民調，這個川普到底有沒有聽在這個耳裡哦？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剛剛特別提到了嘛，美國簽下了這個新的修訂的 MOU， 是比以前他的態度還要更強硬。那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伊朗看在眼裡，他會不會祭出一個更強硬的報復手段？那我們現在預估的下一個他的報復手段會不會就是從電纜來下手？因為他目前為止都沒有針對電纜有所動作。那包括了會讓海灣國家擔心的，就是包括了許多的科技大廠，像是 Amazon 啊，或者是 Google、Meta、微軟，到全球的金融交易中心、AI 資料的中心等等，都是靠這些海底電纜在做運作的。而且很多的電纜非常的靠近，包括了荷姆茲海峽或者是伊朗，會不會伊朗來控制這個電纜，造成接下來的雲端、金融結算跟 AI 的這一些系統都會因此受到很大的衝擊？委員怎麼看？是啊，荷姆茲海峽的確是一個核彈級的這個戰略位置哦。它除了在大家所看到的在水面上，它是國際的這個原油或者是原物料的往來非常密集的一個這個水域之外，事實上在水底下的這個相關的這些光纖網路哦，那麼才是真正操控住接下來在全球的 AI 發展跟這個華爾街的這個資金調度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各位知道，長期以來這個中東的國家，他們一直在講所謂的油源嘛。什麼叫油源？油源就是說我用石油用美元定價，所以你們跟我來買的時候呢，你們都要付我美元。可是你想想看哦，中東的國家一手美元，它的美元要放去哪呢？它不會存在自己的銀行裡啊，它都存到了華爾街的銀行去了。存到了華爾街的銀行，華爾街銀行就拿這個中東國家存在他那裡的錢去做投資、去做發展。所以其實中東國家因為販賣石油所得到的美元，事實上是推動華爾街的金融市場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哦。包含現在在 AI 界，我們看到的很多大型的資金，幾乎都是從中東來的哦。那麼因此，如果今天我先不要講 AI 了，我就先講金融就好了。如果今天海底電纜被切斷了，各位知道，中東的國家，包含像這個，特別是像阿聯酋，他希望把杜拜、把阿布達比打造成為中東的這個金融中心。金融中心的前提是金融交易是要實時掌控的，你慢1秒都不行了。那如果斷線了呢？斷線了之後怎麼交易呢？所以它光是切斷這條所謂的海底光纖網路哦，將對全球的金融市場造成重大的衝擊了。因為你不僅是中東跟全世界斷鏈了，那麼中東的資金又是全世界這個資金市場最大的推手，那麼這中間所造成的整個連鎖反應是很驚人的。那麼第二，中東的國家最近都很熱衷幹一件事，就是拿他們的土地去建這個所謂的運算中心啊。那為什麼要運算中心呢？因為全球的 AI 需求量越來越高，所以算力的需求量很大哦。光是在過去這2週吧，
我看到的數據，中國大陸對於算力的需求就是美國的2倍了。所以如果接下來所謂的 AI 智能體AI 代理人，再加上所謂的 AI 進入百工百業了，大家的生活裡頭都需要 AI 了。你隨便拿個 ChatGPT 問個問題他給你一個回答，那都需要算力的。所以那些算力從哪來呢？所以過去這段時間，中東的國家很熱衷在建這個所謂的運算中心，因為他們有錢嘛。有錢的國家買個 GPU 算什麼？他只要建了運算中心，他光是提供算力，接下來他在 AI 的領域裡頭就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AI 要有算力，你前提也要聯網啊。就如果今天海底的光纖網絡斷了，對，你中東所有的這個運算中心，通通都這個當作是廢物了因為你完全沒有辦法跟所有全球其他的這個 AI 的網絡進行連接。那要這樣的數據中心有什麼用呢？所以将來如果今天這個光纖網絡真的被它切斷了，我剛才說到金融已經造成致命的打擊了，在 AI 的發展也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所以其實伊朗手上還有另外一張核彈沒有丟出來，他現在只不過是丟了一個大家所看到的這個國際水域上的這條通道。如果他真的採取了類似的措施，而且對伊朗來說一點都不難，各位看一看當時的北溪管線是怎麼被烏克蘭幾個人就把它切斷了。那麼對伊朗來說，他如果真的要幹這件事情，是非常輕而易舉的事。对，所以我可以看到伊朗现在其實這個王牌的核彈還沒有出來就是這個海底電纜。那另外一方面，許多的海底電纜其實也是非常的靠近荷姆茲海峽，所以現在也在關心美伊其實都說自己掌控了荷姆茲海峽，到底誰真正掌控？等一下我們請艦長來帶我們看。現在包括了美國跟伊朗方面都說自己實際的掌控了這個荷姆茲海峽，尤其呢，美國說，最近呢航行非常的順利，主要是因為呢美軍航行的諮詢有奏效。那伊朗則是說呢，在過去24小時有28艘船都可以順利的通過，都是因為伊朗的功勞它有幫助這當中做協調。現在大家也很關心說，到底這個海峽什麼時候才可以順利通行？尤其是燃油價格真的是大暴漲已經漲幅高達了70%。另外還要再算說這些航運的成本保險費、附加費也非常的高。那伊朗呢，最新還給了中俄優惠就是說這2個國家在這邊做航行呢，未來都可以享有特殊的待遇。這樣子的一個事實，會不會讓歐洲跟海灣國家，甚至美國的盟友更加緊張了？變成說，現在看起來是不是伊朗比較高度的掌握荷姆茲海峽？那艦長怎麼看？如果我們回到1980年代的兩伊戰爭的話，那兩伊戰爭最後怎麼草草結束的？就是因為投入了第三者。那這第三者是哪一個國家？是中國大陸。因為中國大陸開始對2國開始販賣這個軍火了。那這個時候，那美國跟當時的蘇俄都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只會讓中國大陸坐收漁利，所以就不打了。所以幕後的大哥都說不打了，就打不下去了。那至於說剛剛伊朗說他今天就是促進了28艘船，可是我們看看之前之前一天可以最多超過120艘，那28艘其實只是個零頭。那相對於我們看到2月28號開始開戰之後，其實那個就不是零頭而已，那是個位數。那個位數的部分呢，本來是看說好像是川普有一點點放軟，然後伊朗呢也想要賺錢的情況之下，但是伊朗本身一直都是談打。那如果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今天在這個霍姆茲海峽這一個部分出現了水雷這個不確定的因素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那我們其實無法掌握那對於川普來講，其實他一直都認為他站在談判上的上風。那但是呢，談判本身不是這樣談判是有3個結構組成的，也就是權力結構、還有成員結構以及議題結構這3個部分的組合。可是我們在談到議題結構的本身的時候，大家都認為說這個權力，那當然是美國比伊朗強，這很難說。因為為什麼？因為這個權力不是國家的一個真正的權利，而是我們講說，在這一個區域裡頭相對的權利。那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當水雷出現的時候，又投入了那個不確定的因素。像剛剛那個大憲委員講到有關於海纜的部分，一點都不難，只要把他派出一艘郵輪，
把這個毛放下去，一路拖，海奶就報銷。所以我們說現在這個狀況，那對於歐洲來講，無論是磷酸鹽啊，或者是尿素，或者是氨這一些有關於肥料的部分都沒有辦法出口的時候，其實對於未來的農作都是有很大的影響。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